出发前再感受一下早晨的宁静。那么今天出发的第一站呢，我们是有一些事情要去找警察商量。警察局在这个宫岛市政府那边，你看前面那个车牌8877。我们这个租车啊是在一家叫做 OTS 的租车公司。那它这个借还车的地点呢，直接在下地岛机场那边就有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找到警察来磋商了，就是这2位。这边有在宣导捐血400 ml， 介于我们台湾的500 ml 到250 ml 之间呢。目标献血数者35名，要超过50公斤以上，这个我没有问题，我很有把握。现在早上估计大家都还在睡觉，毕竟是礼拜天嘛。然后停好的车，这边欣赏一下宫古空港的这个屋顶设计。蛮有当地传统特色的。让我们维持宫古岛的美丽。他们把那个保特瓶空罐的那个盖子丢在这里。我还以为是艺术品。这边来到了机场的2楼，它比较有年代感。那牛肉双层，加一些生菜，加番茄。哦，这薯条做成圆形的样子。早上吃这么大份汉堡，算比较少的经验。我们现在跑到这边来停车了，计算机好像停止中，所以或许就不用付钱停车了吧？赚到。哦，这是公社市场，怎么小小的？这样的城市把车流量的声音去除，把交通号志的声音去除啊，基本上就是一片宁静的。你看都没有声音了。这个店名是我唯一懂的韩文。不远处我们又找到了一家 Blue Seal 来嗑一下冰淇淋，等一下呢再去吃饭。这个叫做 Salted Caramel and Okinawan Salt， 啊，它是焦糖味道了。它饼皮是有延展性的，比较有弹性的饼皮。其实它就是一个甜点，吃了是会饱的。
各位啊，不要再乱拜了，人家这边有一个标准的参拜做法。第一个2鞠躬，第二个2拍手，第三个再1鞠躬，完成。这个地板上这个什么啊？这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哦。往西北开了好一阵子，这边是宫古岛雪岩的工厂。哦，也可以看到那个池间大桥。刚刚离开了购买东西的空间，现在要过来吃冰了。哦，你只要吃冰淇淋而已。好，这边可以加一些topping上去，然后是免费的。你为什么会这么？哦，那我点了一个雪岩的latte，这个也是这边限定的。这边有一些说明的雪岩制造的方法跟采集的方法。买了一下一些零食，差不多就要上车啦。我是觉得感觉还好，没有说什么特别一定要来的理由，因为它也没有比较便宜啊。它不会因为说你买的比较多的东西，它就给你比较多的优惠。可能就是多了一些限定商品吧，这边才有的。这边是沙山海边的这个停车场，刚刚稍微排了一下，但是也不久啊就进来了，因为一直都有这个游客出去。那所以我太太她已经先去海边了，那我自己呢想在车内偷懒吹个冷气，毕竟啊现在过去也是要等大概1个小时，太阳才会下山。等那个夕阳啊，等到满身大汗也是有一点可怕，所以我就先吹个冷气。但比较鸟的是啊，这边没有网络收讯。其实宫古岛很多这种稍微偏远的一个地方都没有网络收讯，所以甚至有时候只能依靠手机的简讯啊之类的。但手机的简讯呢，经常也会延迟才会发送到。像前天我收到的那个简讯，我太太发给我的，大概就迟了20分钟。那真是缓不济急啊！好吧，差不多快5点半了，我要出发了，出去要流汗了。我想出国应该都算是比较大型的旅游吧，毕竟这么长的交通时间跟比较大的花费，所以呢，情绪好不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。遇到了一点心情不好的事情，我们都要呢赶快想办法把它撇除掉。再度恢复比较舒服的状态，不然成本真的很高啊。所以呢，多出来几次自我调节的这种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。跟昨天一样，这边稍微穿过树丛出来，就是一片很广阔的沙滩。现在是向下坡走，腹地也没那么宽敞。也是像昨天看到的长尖冰，很袖珍，但是很漂亮。然后刚我家那个应该是被水母咬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那现在就先去吃晚餐。记录一下好了，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好停车的一个状况。可以看到我右前方有一个电线杆，然后前面又是单向行驶，所以我要稍微有一点后退。
然后要用比较技巧性角度的方式慢慢转进来，所以总之非常不好停啊！刚刚停到有一点崩溃。好，到我们要吃东西的地方了，好热闹的一个地方啊！啊，我家那个坚持来宫古岛就要吃到宫古牛啊。那刚刚有一家餐厅是已经定位都已经满了，所以你至少要等2个小时，那我们等不下去了。我没想到这个宫古岛的大街上这么热闹。好，经过一番折腾，我们这个点好菜单了，大概是点宫古牛的这个算是少量牛排吧，然后还有牛的铁板烧，还有阿古猪饺子，然后再可乐跟1瓶啤酒。那我的可乐啊，因为去冰就剩下这样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隔壁桌有够吵！哇，你有没有听到？不管啦，吃我的。蛮咸的。このグルトってあとどこ食べれる？好了，那刚刚已经吃完的东西，那个算是居酒屋吧，然后我们就出来了。看这条这么乌漆嘛黑的路啊，这就是要绕到我们那个旅馆的那条小路，这是我自己多绕的，不然从地图导航的路线走起来呀，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卡，因为它那个进入点非常的奇怪。但是走这一条呢，就是特别的黑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在车上要开去伊良部了，那是等一下浮潜的大家集合的地点。那集合的时间呢是在早上的9点，距离现在大概还有40到50分钟，我们就先开到那边，先准备一下。哦，看到这就是伊良部大桥，也是多处在施工的感觉。下山，哇！哇，可以看好远哦！啊，准备好了，现在要上船，上这个接驳船，把我们载到要浮潜的地点。这浪花不会打起来吗？
哇，这个水非常透明。那等一下准备第3次下海，可以直接看到底部哎。行程结束了，然后我们要开船回去。开了30分钟的船，差不多。那现在就到港口了，现在去归还设备吧。这边叫做 Blue Petal， 是伊良部岛上的一家类似网红的餐厅吧。那我们刚到的时候呢，其实就已经有蛮多客人在里面。那室内已经没有位置了，那室外其实蛮热的，但是也不管啦。这个酱跟这个汉堡是很好吃的，那真的是太热了。怕中暑的话，千万不要来。这边是唐吉诃德内部啦，在一个大热天呢，我们把车停好就走进来了。这边就看到很多就是有潜水或者是游泳可以用的服装或者装备啊，一应俱全。现在是万圣节主题，他们摆出了许多商品陈设，都跟这个是有相关的。岛民吃饭可以有9折的优惠。这边有 Izumi 的刮胡刀，我之前买了一个这个牌子的，我觉得很好用啊，比那些大牌的都好用。这边要到平良港的，前面看到有一艘很大的游轮啊，可能要查一下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船。我们现在车子停在 Sunset Beach 这边的停车场，还蛮宽阔的。那前方看到的就是希尔顿饭店。我们来行前之前呢，看过一些网络上的影片分享，都是有关于希尔顿饭店的，住得很不错啊。我本来呢想说要住希尔顿饭店的，但是忘记买乐透，所以就没有办法进来住了。这边巴士我看到的数量是非常少，听说叫计程车也不是太方便，所以可能还是得租一台车。那如果用租车的方式一个人来的话，可能就觉得有点不太划算。那开车上路这件事情，因为很久以前开过了，所以这一次再开，原则上也都没有适应上的问题。只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县道的划分跟台湾不太一样。比如说我要往右切的时候，其实等于是在日本来说是切到对面的车道，但他们很常规划在切到对面车道的时候呢，我能够走的车道只有1个县道，然后迎面而来的它可以有2个县道、3个县道，刚转的时候会有点吓到，但也还行啊。好，这边就是展望台了，看一下最后的夕阳。这个夕阳也是我们这一次旅程的，算是最后一个看到的，因为明天早上就要去搭飞机了。
现在知道为什么宫古岛会这么的安静。撇开刚刚听到那个机车骑士的声音啊，你可以发现基本上路上很少有机车骑士，清一色都开车的。出了港口内区之后啊，往我们要住的地方开，街上的这个明暗明显就不一样，灯光就少了很多这个好好吃啊！晚上9点多了，这边变成是我们待在宫古岛最常来的一个场所。无印良品啊、电器行啊，或者是超市，还在里面待这么久，待到出来啊，我这个镜片都已经起了雾气。那等等7点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住了4个晚上。现在拍个影片做最后的留念。每天都有大晴天呢，早上起来看到的都是这样子的清晨。在这边把房间钥匙还了。林良港啦，对啦，我一直都觉得很像羚羊港。然后你还乱写。我写什么港？雨点港。哦，雨点港，乱写。我们租了这一台车啊，早上开车的时候，它都会没有预警播报今天的新闻。我在想，它这个新闻是从哪里来的？它是连我们的网络吗？还是什么？这边就没看到学生上课了，又上桥喽，这是第3次。想想看，饭店有没有什么东西忘了拿？有东西忘了拿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再回去。那你就给班机哦。哦，这边要坡度要往上的。你们在跑步？哇，好赞哦，羡慕哎！喜欢在桥上跑步。你看都会被树叶攻击到啊！等一下去检查车子，跟我说什么 scratch。然后宣导一下，防晒的东西最好是对自然比较没有害的，多花一点钱。海洋防晒，但我们自己都没有做到。这是加油的金额，有一个很热心的大姐。哦，加油站就是烂烂的。不要说烂，那是有历史，很有历史的。阿姨的一哦，大姐真的是很亲切的哦，很亲切。好像自己的阿嬷那种感觉，但自己也快是那种岁数了。你快被阿公。我们这么早到其实干嘛啊？搞不好就跟大姐讲的一样，我们太早到了。好，这边就是进去下地岛空港了，有一只精致的狮子跟一个招牌。结果我们刚刚太早还车了。将近提早了1个小时左右，进来还车的时候，租车公司说他们都还没开始上班。那租车公司跟机场都一样，都是9点他们才开始营业，才开张。所以我们进来啊，我们计划落空，这边等于目前也没有早餐吃。对，然后我们还要跟他沟通说，我们的行李需要先留在车上。算是有一点出乎意料了。那现在也没有事情做，现在是早上的9点。那租车公司呢，就送我们一张贴纸，有我们台湾的棒球员，他叫陈杰宪嘛。我们现在要进到机场里面来了，这边有一个宫古岛的巴士的路线图，所以还是有巴士的，不多啦，而且它不是很多点都绕，可能就是一些比较中心区域的地方。在这边点了早餐吃，那我太太点一个是有海葡萄的这个面包，那我点的是有阿古猪的这个汉堡。现在已经通关了，然后进来这个机场要等飞机。这边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中庭啊，真的是非常漂亮的机场。好了，那么要上飞机啦，等了好一段时间，
也要亲自走到飞机上面去，它是没有空桥的。那这次旅行就到这里啦。